两个人的小森林第23集即将发生的精彩故事。近期的坚持并没有得到虞美人的赞扬，反倒被虞美人嫌弃他编造谎言，将李甜甜留在身边朝夕相处，并不是真正的爱情。静熙解释自己只是怕失去，但虞美人认为他怕失去的有可能是掌控一切的快感。静熙见自己劝不动虞美人，便失望离去，但他下次还会再来。狗飞知道庄宇去了国外，那里没有虞美人，便乘坐飞机找到庄宇所在的实验室。庄宇知道狗飞找的是自己，特别惊奇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眼前的这个女人。狗飞将庄宇当年写给自己的资助信拿出，表达自己的感激，还有喜欢庄宇的心情。庄宇认为两人从未说过话，这样的感觉是假象。但狗飞拦住庄宇离开的步伐，告诉他庄宇的形象随着日子一天天更加清晰，是想与他并肩的决心支撑自己一路走来。晚上，庄宇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根本无法入睡，脑海里想的都是狗飞说的那句无论如何总会想起他，确信那就是再真切不过的爱情。庄宇爬起来，看到客厅里的兰花，便会想起虞美人说的久在芝兰之事，便会不闻其香。在洗手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又会想起与虞美人在清水村的一幕幕。这样的思念有时会让庄宇根本静不下心来工作。虞美人在自动贩卖机买饮料，可巧这饮料也是有气的。他想到庄宇也让他生气，便对付着喝了一口。李甜甜来电，虞美人听出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可李甜甜却不承认自己哭了。虽然现在的她看起来很糟糕，但只要奶奶还在，便是上天对她最大的眷顾，而她也不想再相信爱情。虞美人给李甜甜讲一只忠贞鸟的爱情故事。雄性鸟是一种候鸟，刻在骨子里的迁徙习惯让她不得不离开雌鸟，可她坚持每年都回来。直到有一年，她遭遇了不好的事，历经艰难，虽然回来的晚了，可却还是不顾一切地回到雌鸟身边。虞美人讲的是鸟的故事，可却不由自主地带入庄宇和自己。她觉得庄宇可能已经忘了自己，或是另结新欢。虞美人最终决定回到学校当助教，还向老师保证会好好努力的。庄宇现在所在的学校想留他任教，可庄宇却迟迟没有给出答复。师母猜庄宇在国内有放不下的人，特意把庄宇叫到家里吃饭，说起自己以前与钟老师在一块的趣事，还特意给庄宇安排了幸运饺子。庄宇看到里边的字条，便想起虞美人。师母看穿了他，鼓励他追求爱情。庄宇回到家后，看到自己在国内的监控视频已满，于是打开看了一下，正好看到下雨那天，虞美人帮他打开雨棚。庄宇瞬间下定决心回国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师母，师母很是替他高兴。虞美人回到家已经有点迟，想点奶茶，但外卖已经停了。他本想着干脆当减肥算了，可又按捺不住想喝，便起身出门。正当虞美人享受美食时，旁边一桌的男女秀恩爱引起他的注意。等女生去上卫生间，男生便接了其他女人的电话，还安慰对方只要和现在的女友结婚再离婚，便能弄到一笔钱与其他女人好好生活。明了男人出轨，于是用口红写了纸条给女孩。男人见事情败露，立刻想到是虞美人干的，便找她算账，不仅要打她，还抢走了她的手机。庄宇如同盖世英雄般出现，解了虞美人的围。虞美人不敢相信是真的，捏了捏庄宇的脸，待确定是真人，立刻摆出一副让人敬而远之的脸，以体现自己过得很好。可现在满身的狼狈让虞美人根本没有说服力。虞美人为了不跟庄宇一块回家，选择打车。司机劝她要珍惜庄宇这个眼睛里都是对她的爱的男人。虞美人回到家里，遇上庄宇特意等在楼下，想跟他说清楚，但虞美人不给他机会。第二天，吕简来给虞美人送早餐，故意酸庄宇，可惜庄宇的眼睛很亮，一下看出早餐带上的便笺纸，这让吕简很是没面子，赶紧找机会溜走。而庄宇则特意开着车子等虞美人上班。